这里就是很多男人都想拥有的清朝第一豪宅和珅的家。据说里面的一根柱子就价值27个亿。都知道和珅有钱，那和珅的存款究竟有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把和珅的财富放到现在，哪怕是巴菲特跟比尔盖茨加在一起，也不一定有和珅有钱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现在来到他们家，还能够看见和珅家的一绝三宝。悄悄地告诉你，就连和珅存放自己宝贝的房间就多达100多个，里面还有康熙皇帝御笔的天下第一幅。据说能够看上一眼的人都是有福之人。很多人都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和珅，但是真实的和珅家里究竟有什么却不知道。今天阿波就带您走进和珅的家，一起去了解他是如何从一位穷困潦倒的书生成为世界首富的。走吧。都知道和珅有钱，那他的钱到底是在哪里捞的呢？这里可以说是和珅以前的金融中心，接待贵宾的地方，叫做银安殿，也有人把它称为呢银銮殿。皇帝办公的地方叫金銮殿，那王爷的地方就是银銮殿。和珅敛财的手法其实很高明，他如果想要你的钱，会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不是要你的钱，我是拿你的钱办你的事儿。这是你该花的钱，是不是？听了和珅的这句话，你都会心服口服。从这里进去呢，就是和珅跟他的9个老婆平时居住跟生活的地方了。那根价值27亿的金丝楠木柱子呀，也就在这里头。当时嘉靖皇帝在抄和珅家的时候，简直就快气疯了，说好你个和珅，住的地方竟然跟我爸的乐寿堂那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我爸是皇帝。他在装修乐寿堂的时候，也只是用了松木跟小叶紫檀，你倒好，把帝王木、金丝楠木都给用上了。怪不得有人说呀，皇帝家里有的东西，和珅家里也有；皇帝家里没有的东西，和珅家里面还有。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和珅居住的地方环境到底怎么样。和珅住的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它是上下2层的，在古代呢被称之为仙楼，因为古人认为啊，双脚不沾地，那就叫做飘飘欲仙了。你看看那根柱子，就是价值连城的金丝楠木的柱子了。瞧瞧这里头一圈下来，有多少根金丝楠木的柱子？一根据说就价值27个亿。那为什么金丝楠木它这么值钱呢？因为它的成长周期非常的缓慢，木质坚硬，哪怕是埋在地下都能够做到千年不腐，而且还自带香气。更重要的是，砍一根就少一根。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和珅家里的客厅了。平时呢，和珅跟他的9个老婆在这里打打麻将、聚聚餐，都是呢在这个客厅里头。那么客厅里面摆放了很多的桌子跟凳子，这些桌椅呢，据说都是名贵的小叶紫檀做成的，而且呢会闪闪发光，因为这种工艺呢叫做檀木嵌螺钿的工艺，就是把名贵的海中贝壳呀，经过抛光打磨之后，镶嵌在檀木当中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美观漂亮。尤其是中间的那张桌子，据说在现在都能够换上一辆宾利车，而且这一张椅子据说就价值100万。我们再看一看和珅家的地板，你往里面瞧一瞧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板很少见？其实呢，只有在皇宫里面以前才能够看得到，它叫做花斑岩。这种石头呢，是随着火山爆发的时候，岩浆呢裹着贝壳一起翻滚出来，再经过地壳1000年的挤压，才能够形成这样的形状跟花纹。用个4个字来形容，就是极其珍贵。这种亿万年的化石呢，有一个特点，你看看这里，其实跟屋子里面铺的呀，基本上呢都是差不多的。这里的花纹是不是特别的精美？这种石头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冬天的时候，你走在上面呢，觉得特别的暖和。如果在炎炎夏日，你走在上面啊，它又特别的凉爽。这说明啊，和珅不仅仅是有钱，他还特别喜欢享受生活。那么和珅这么有钱，他的宝贝、他的钱到底都藏在哪里呢？走，我们带你去看一看和珅的藏宝楼。这就是和珅家的藏宝楼了，真的不敢相信，这也太长了吧！这里面专门给和珅家放宝贝的房间就多达100多个。甚至比现在的银行保险库还要丰富。嘉靖皇帝后来抄和珅家的时候呢，把和珅的财产折算下来，大概有多少呢？8亿两白银，2亿两黄金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当时大清国库1年的收入才5000多万两白银，所以和珅的财产相当于大清国库的10几倍，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
还要有钱。和珅有这么多宝贝，他到底是怎么区分哪一件宝贝藏在哪里的呢？大家请看看这上面的一些窗户，都是各不相同。如果把藏宝楼比作是和珅的一个大型的保险库，那么这些窗户呀，就是开启保险库的密码。你看看这个像仙桃一样的窗户，据说这里面放的呢，就是和珅家里的红珊瑚。当时进贡给乾隆皇帝的红珊瑚大概才2尺多高，和珅家里的红珊瑚1米多高，比皇帝家里的还要高。就连嘉庆皇帝看到之后，简直都是目瞪口呆。再看看这个菱形的窗户，据说这里面放的就是和珅家里的珍珠，有足足10颗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哎，和珅家这么多钱，怎么家里面只有10颗珍珠呢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珍珠。我们一般的珍珠啊，就像黄豆或者花生米一样大，但是他们家的珍珠啊，比那个鸽子蛋还要大，又大又圆，甚至比皇帝帽子上的顶珠还要大上一些，颗颗都是世间罕见。这扇窗户呀，非常具有意义。你看看它的下面有2条鲶鱼，中间的那个部分呢叫做磬，上方呀是一只倒挂的蝙蝠，所以整体下来就叫做福磬鱼年。这里面放的呀都是和珅家的金元宝，你们想象的金元宝可能都这么大，跟鸡蛋一样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和珅家里的金元宝那可大不一样，就跟小孩子用的枕头一样，有足足60、70斤一个，大开眼界了吧？但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和珅家的后花园那才叫厉害，比皇帝家的御花园还要大2.5倍。走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带你去和珅家的后花园看一看。这里就是和珅家里的后花园了，有山有水，就像一个江南园林一样。但是来到后花园啊，很大的亮点就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块隐蔽石上，据说是当年乾隆皇帝赏赐给和珅的。那为什么和珅希望皇帝能够把这块石头赏赐给他自己呢？大家看一看，它像不像一条鱼？如果从外面的门框往里面看的话，就像鲤鱼跃龙门，不同的角度看出来的形状不一样。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看的话，它又像一个女人怀抱着一个小孩。都知道和珅很有钱，但是和珅的孩子很少，所以当时和珅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啊，就想着自己能够多子多福，于是请求乾隆爷把这块太湖石赏赐给自己。你看，再有钱的人也不如家里面能够人丁兴旺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和珅家里的聚宝盆了，也是我见过最大的聚宝盆之一。它被称之为福池，因为从空中俯瞰呢，就像一只蝙蝠在翱翔一样。蝙蝠寓意着福，也代表福量无边之意。边上呢种了很多的榆钱树，榆钱树呢会结一种东西叫做榆钱。每当大风吹来的时候，把这些榆钱呢全部吹入到这个福池当中，钱落入福池里头，那这个池子不就成为了和珅家里的聚宝盆了吗？在后花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康熙皇帝御笔的那个天下第一幅了，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。据说能够看上一眼的人，那都是有福之人。康熙皇帝呢，平时很少题字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个字才会如此的珍贵。就在那个地方，走，我们带你到里头去摸一摸这个天下第一幅。你们看看这个福字是不是写的特别的好？这可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墨宝。这个福字呢，上方这个地方特别像一个多少的多，边上是一字旁，又像一个人才的才，寓意着多衣多财，而下半部分是一个田，寓意着多田。总体看起来，这里呢像一个长寿的寿字，也代表多寿。你总体来看，它是一个福字，也寓意着多福的意思。所以很多人来到和珅的家呀，都想摸一摸这个天下第一福。我也摸一摸，我今天不把它带回家，送给我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，寓你们能够多福多寿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嘉靖皇帝在抄和珅家的时候，很多的宝贝都带走了，为什么这幅福字他没有把它带走呢？我的上方呢是一座假山，寓意着当时大清的江山。如果把这个福字带走了，那么万一假山发生了坍塌，也代表着江山不稳的意思。总体再来看，它像一个寿字。那么你想一想，皇帝最担心的是什么？自己不够长寿。如果把这个福字掏掉的话，寿字塌掉了，那不是折自己的寿吗？所以说啊，当时的嘉靖皇帝没有动这份福字。我们来到恭王府，来到和珅的家，才能够有幸来摸一摸天下第一福。
这里呢就是和珅家里的步步高升路了，正前方有个喜字，叫步步高升，抬头见喜。虽然说和珅很贪呢，但是呀，和珅有3种钱他是从来不会贪的。第一呢是科举考试的钱不贪，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，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事情，和珅不贪。第二呢，赈灾救命的钱，和珅也不贪，因为和珅知道啊，水能够载舟，亦能够覆舟的道理，不利于百姓的事，和珅也不贪。第三呢，办不成你的事，你的钱我绝对也不贪。如果你的事情办不成，1分钱我都不会取，但办成了，你该交多少钱，那是提前商量好的。和珅知道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的道理，你们觉得呢？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喜字了，抬头见喜。阿伯也祝愿大家能够喜事连连。关注阿伯，下个视频带您走进紫禁城，去看看皇帝的家到底什么样。